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承欢记，辛嘉亮知道吗？城中之城里的这种富二代才叫富二。谁说富二代就只会玩乐、挥霍、无所事事，只知道谈恋爱？那些电视剧里的刻板印象真的误导我们了。现在的富二代们可不是那样的，别再被那些老套的剧情给骗啦。富二代究竟啥样？看完《承欢记》和《城中之城》，我发现这两部剧里编剧对富二代的刻画真不一样，差距一目了然。《承欢记》辛嘉亮这个富二代真的像还没断奶的孩子一样，国产剧里真是少见，富二代不炫富反而装穷，这可真新鲜。一开始我还挺佩服辛嘉亮，他隐藏富二代身份跟麦承欢一起打拼，挺有拼劲的。可没想到他就是个离不开父母庇护的富二代，真是让人失望。辛嘉亮挺听话，也不缺钱，就是不乱来。可这人吧，没担当，遇到压力就躲，遇到事儿总靠妈妈和姐姐撑着，连订婚礼都能跑。真是个怂富二代，一点儿都不靠谱。他确实对女主有好感，但可惜啊，他缺乏担当，还显得挺幼稚和懦弱。这样的男朋友对女生来说真是倒霉。看这样子，他这辈子估计都成熟不起来了，真的靠不住啊。剧里辛嘉亮恢复富二代身份后，人设真是让人无语，跟国产剧的老毛病一模一样，看得观众火冒三丈。说男二差劲来凸显男主厉害，却让男二角色变得不真实。富二代被贴上了不接地气的标签，感觉就像个刻板印象。难道国产剧就不能真实展现富二代这类人物吗？就不能把他们刻画得更有血有肉吗？当然行。在《城中之城》这部剧里，小吴总这个富二代角色真是挺有看头的，他算是内娱里少见的比较贴近现实的富二代形象了。小吴总，老狐狸吴显龙的儿子，初登场时陪蕊蕊打游戏，一度被当成纨绔公子。可进了职场，他瞬间变了样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霸道总裁，而是头脑灵活、谋略过人的小狐狸。观众都说这种对比太有趣了，真的让人上头。小吴总真不一样，不是那种只会玩乐的富二代，长得帅，学历高，待人还特别有礼貌，教养真好。最牛的是，他还特别聪明，有头脑。小吴跟着老爹时，特别会看眼色，大家都夸导演厉害，居然能找到和王劲松老师这么像父子的演员，真是牛啊！小吴总拍板时显得有点自负和心急，他既想做成大事，又显得稍显稚嫩。这样的富二代形象真是生动，难得的是他还会用头脑在商场里闯荡。小吴总可不是那种随便当主角小弟的角色，他超有逻辑，个人魅力十足，还有自己的故事线呢。他这个人有点社会气，做起事来果断得很，永远都那么理性。说实话，他对女人都像是棋子一样，完全就是事业狂一个。小吴总这个富二代角色，真是国产剧里的一股清流，不恋爱脑看着就过瘾。他邪气里透着点痞帅，真是越看越有味道。冷纪元这个演员真是挺有特色的，他那种沉稳又带点痞帅的气质，简直就是为角色量身打造的，看起来特别自然，就像角色本人一样，真不容易。小吴总居然在《城中之城》这部戏里脱颖而出，这剧里老戏骨们飙戏可都是碾压年轻演员的，他可真能拼出一条路来。这演员话剧出身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演这个富二代真是多面性十足啊！一开始他跟蕊蕊打游戏，就像个邻家阳光大男孩，特亲切，但在他老爸面前又表现得有点束手束脚，像个乖巧的晚辈。穿上西装，立马化身邪魅小吴总，
初看还以为就是个有闯劲、有志气的富二代新手呢。当他切换到扮演处理秘书、杀鸡儆猴那一幕时，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霸道总裁，那气场强大的让人瑟瑟发抖，哪怕只是微微一笑，都足以让人心生寒意。这个男人一笑起来，3分是讥讽，3分是轻浮，还有3分是不羁。那眼神里的狠劲和算计，简直跟他爹如出一辙，真是厉害。这演员的外形、气质和演技都超有魅力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这才是真富二代，心中是那种父母从小就培养，心机深沉，有算计，绝非那种纨绔子弟，千篇一律。他们阴狠毒辣，可不是好惹的。